我现在拥有的生活，拥有的一切都是陶瓷给予我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喜爱永乐？真的，它的那个器型啊，包括它的色彩呀，无与伦比的美。最简单的2个字来形容它：痴。觉得我爸对陶瓷的热爱，就是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跟他学陶瓷，没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合适了。以前我们做仿古的时候，就是90年代初，我们做仿古都是很艰难的，就是靠一本书，看得到正面，看不到反面，资料缺乏。如果是你不懂得古代陶瓷，你不可能会复制到好的产品。你连老的都不懂，你怎么去做？因为不要让我们家的这些传承的东西淹没了。我的祖父李祖安，他是清末民初的陶瓷艺人，他和他的儿子，就是我的伯父李勉庭，共同创建了首担斋。那侯文平，他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很执拗的一个人，要做什么一定要做。那我还是支持他了，对吧？开始投资这个地方，我说这样也好，作为我们家族的传承人，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发展下去，也是个很好的事儿。我的父亲李浩庭，他就写了一本《景德镇陶瓷概况》，那是总结了景德镇的一些历史，对景德镇对国际上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的父亲还写过一本小说，叫《瓷器》，就在青少年当中普及一下陶瓷的知识。我的爸爸有个至理名言，就是他的座右铭一样的，再三的教导我们。他说，一个人一辈子啊，活在世界上，不能够有大发明，你也应该有小创造，你才不枉活一世。我觉得我的父亲很了不起，我相当崇拜他。真正的接触陶瓷是受家庭的工作环境影响，就是儿时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都从事陶瓷生产这份工作，所以呢，从小呢跟着父母了去看他们烧窑，去看他们去绘画。然后我们小时候呢，大多数时间呢帮他们打下手，所以受到家里这种影响，对陶瓷工艺其实很熟悉。真正的对陶瓷感兴趣的时候是从83年，因为83年呢是随兄长啊，我大哥给我父亲这些做古陶瓷这一块呢，他们一直是在这上面有研究，收藏一些古玩。真正的开始是进入这一行呢，应该是从96年底去了香港以后，我成立了香港永乐艺术有限公司。主要是经营陶瓷。那时候，带着梦想去香港。我们永乐街的上面2条街就是荷里活道和摩罗街，当时那里就汇集了很多那个陶瓷店。因为当时他去香港的时候，因为英文又不好，广东话又不好，去打工也没办法打，没人请他。他说，那个我可以做陶瓷呀。就到那个荷里活道、摩罗街就试一下，就一间一间的店推销。当时呢，有几家店的那个就买了他的瓷器，让他赚到了他的那个第一桶金吧。湖南的感觉啊，难怪我们景德镇的瓷器在外面这么受欢迎。然后他就说，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职业了。然后通过香港一些大的厂家那里了，他知道我是景德镇，然后带一点老的瓷器，让我到景德镇来研究复制一些。
从这个当中呢，我才感觉到这个永宣的陶瓷的难度呢是非常的之大。把全部那个粗的垫下去，主要的。我们就是看这个铁的，搞这么稀，这个水不可能有东西的。所以有溶度呢，那就说不清楚了，吸不到了。我们这样从石头到原料，全部都是自己一手一脚的把它完成掉。永乐青花呢，它的和中国画、水墨画呢，完全可以表现出来。它比其他的一些青花呢，它的青花料呢都是数码沥青的，它稳重，它比元代的那些青花呢，修胎呢它细腻，画工呢匀称，它的工艺复杂，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永乐青花。我现在拥有的生活，拥有的一切都是陶瓷给予我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喜爱永乐？因为永乐的本身的它的瓷器就很美，真的，它的那个器型啊，包括它的色彩呀，无与伦比的美。其实我对永乐这一块呢，青花瓷这一块呢，我也是很有渊源的，对吧？自从去了香港以后，我就起名就叫永乐。这个名字我用了多少年呢？用了将近20年。我们当时去香港住的那条街叫永乐街，然后做的瓷器又是永乐的瓷器，就那时候仿明代的那个永乐的瓷器，真的是冥冥中天注定的，哪有那么巧合啊？香港那客户的对这些东西爱不释手的那种，他回来描绘给我听，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真的就觉得很自豪。其实我真的很感恩景德镇，让我们有机会能获得这第一手的资源，让我们在香港去开店，然后把陶瓷推向世界。我都觉得我做景德镇太骄傲了。事业跟家庭是很难两全的，又要把事业做好，又要把老婆小孩照顾好，我觉得很为难。因为你的性格是这样的，你没办法。我在建首丹斋美术馆，我花了5年时间。我是2017年开始筹建的这个美术馆。17年他回来做的时候，当时我就是开始有点不想他做。我知道他要回来做这些，可能要跟我经常分开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之前也收了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我说：“啊，那就好吧，那你这样的，那你就去做吧。但是我不知道他会做这么大。”小孩就是2、3年都没理我，你要跟他聊天，他不跟你聊，他说我什么都不懂，跟我聊没有用。所以我在家里跟你实说，我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我一去，周围好像就是这么住宾馆似的。那我在香港的时候就看着他，我说你刚刚大学毕业了，你给我回景德镇。我就硬拉着到景德镇。我说景德镇，我们做了这么多东西工程在这里，对吧？你就会把你想象的东西，让你在无限的空间中你去发挥，你去开，什么都可以，你去开错了失败了无所谓，你再拿经验。我一开始没来这几个月，没来景德镇之前，就觉得我爸只是在景德镇建了一个普通的博物馆嘛。但一回来到了这里，就被震撼到了。整个美术馆都是用跟陶瓷相关的一些元素建造的。那一刻就觉得我爸对陶瓷的热爱，就是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我想用窑砖来做我的房子，因为我们原来在景德镇那些弄堂里的房子全是用窑砖做的，它
就是有那种情怀在里面。我当时就我说你为什么要用窑砖去做这些房子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些窑砖啊做出来的东西哈，会让你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童年。所以说千年的虾箔，百年的砖。虾箔我是用了宋代的那些虾箔来堆积，对吧？做出一种肌理。因为窑砖跟虾箔呢，它有厚重感。我建这个美术馆，我没有去算我又用掉多少钱。我让每一个年纪大点的人，60年代、50年代这些人呢，他来看，他能讲出他自己的小时候故事，对吧？然后我们在建筑装修方面呢，我也没请一个设计师，我是凭自己的记忆，在弄这里长大生活的那种情怀，去把自己的回忆，把它施展在建筑物上。而且当时我们捡窑砖的时候也是很艰辛的，对吧？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把它堆积在垃圾堆里清出来的，不是说一堆的就是窑砖，它不是的，它有很多青砖、红砖都混搭在一起，对吧？我们要派人去捡，甚至自己亲自去捡，在垃圾堆里把它淘回来800多车，去建这个首德站美术馆。觉得他太累了，一个人。然后我在香港又帮不了他，心疼肯定心疼的啦，你说呢？我就说他一个人的精力怎么顾得过来？还经常出去参加贩卖会，搞这一摊子搞了好多年了。而且呢，他对东西要求很严格，做得不好重新推倒来过。就是我的岳母啊，她在高原上19号，我们在涨水的时候，我在清理她家的那个楼顶房子那个阁楼上面，那个时候发现他们家有很多那个手稿，他外公留下了一些手稿跟那个家里的一些配方，还有一些矿物料。当时有3麻袋这里，把这3麻袋我拿回来以后，我就经过煅烧淘洗。这个青花料呢，是我怎么都想不到的，它能在这个青花原料我掺入去以后，它就跟苏麻离青是一模一样的。它就靠那种高铁低锰，让我感觉到很惊讶，所以呢，我很执着的就把这种料就用到永乐上面。其实这种料我放到哪里都没有用，正好它配到我的胎，我正好也找到很多那个原矿的那种瓷土。它比较粗犷的，它是沙粒状的，所以你在胎土跟瓷土结合的时候，你画出这种青花料，那种苏麻离青的表现手法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烧的祭红釉，这种红釉，永宣的红釉，我们都是用宝石、用玛瑙，对吧？很多人都不相信，不敢想象，我们就是用玛瑙、红宝石，而且用珊瑚。所以你说每个人能把瓷器做好，每个朝代的瓷器做好，那是不现实的。对，你能找出自己一个点，对吧？因为我们还是保留传统的这种手工艺制作方式，对原材料尽量用古代的瓷石跟这个原材料来加工，所以我们着重就在这个永宣这一块呢，我们首担斋呢就会发挥得很好。以前我们做仿古的时候啊，就是90年代初，我们做仿古都是很艰难的，就是靠一本书，看得到正面，看不到反面，资料缺乏。如果是你不懂得古代陶瓷，你不可能会复制到好的产品。你连老的都不懂，你怎么去做？就我中学开始啊，就我爸开始往全世界各地拍卖行跑。那时候我爸就非常痴迷外国博物馆里面的那些青花瓷。他去每一个城市都会去有青花瓷的博物馆，去那里转一圈，带我去那个大英博物馆。我们是从开门的那一刻进去，我们带着面包，带着水，我爸就坐在那个大卫德基金会的那个陶瓷馆里面，就坐1天。就是足的内径里
面有一个弧形，有一个弧形，它不是平的。你到故宫去，不可能每件你能上手，你只能搁玻璃去看。如果我们去1比1的去复制，去把这种产品，这种皇家的用器，让这些顾客和用户能心灵感触，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把釉的浓度的稠度呢调得合适，把它蘸一遍。把它切一下，不切一下这个就釉稠了，就难看了。这个就是切的就是没有的，那就翻过来了就没釉了，平平整整，对，一点瑕疵都没有。再搞个吹釉了。其实真正的做瓷器这一块哈，不是说一个人能完成它，最主要的还是要大家齐心协力，每一道工序都很细致，要有责任心，这是关键的。一道工序你出错了，你就前功尽弃。你花了多少精力，你花了多少钱，最好还是靠一把火来去完成它。当你要开窑的时候，你会紧张的不敢看它开窑，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给你什么。就好像在赌博一样的，你下注的不知道它是开什么，它不可能是100%给你的，它总的会让你失望的好多，就是工艺上的失误，是吧？你原料上的配方的失误，你必须自己去亲力亲为，你才会放心的做完每一件事。其实做瓷器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不是很幸福的事。以前一起去外国跑拍卖行，前几年我就去法国留学嘛。那我去的之前也是完全不懂这个法语的，就基本上买杯水喝都可能会遇到困难。去到当地我就深刻理解了我爸当时去一个完全语言不同的国家闯荡是有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小孩来景德镇，他不光是为了继承这个我们祖宗的这种陶瓷工艺跟这种历史文化，啊，你还有这种匠人精神，都是要我们去学习的。你要烧个好窑不容易，如果是你玩单色釉，你烧季红窑、郎红，烧这些窑，刚豆红，你已经玩到极致。红是最难烧的，对吧？以前就你看书写的都是要想穷就烧红。而且我小孩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我就跟他讲，你必须把红烧好，因为他能烧好。为什么他能烧好？他没有杂念，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想法，他就一个想法，就是把窑烧好。他每一次升温降温，他都做记录做笔记，所以他跟过3个窑以后，第4个窑的时候，他把红烧好了，我很惊讶，因为我烧了10年的红，我都没烧出过好红。爸爸拍了段视频给我，他说他儿子在烧窑。我说儿子会烧窑吗？他说他在学烧窑，就跟着那个烧窑的师傅。我当时其实那种感觉哈，真的是叫五味杂陈。我说当时他放弃他的那个金融的专业，我以为他回来呢只是过来帮一下爸爸，把这里的筹备工作做一下。我心里好疼啊，这落差太大了。就我大学的时候，我主修是经济和金融嘛，在这个学科里面，大家都是为了追求一样东西，就是钱。我就觉得整个气氛就太过追逐那个名利的，那我就复修了一个科目，就是艺术史。自从我在港大读书学习陶瓷这个课程以后，我发现其实陶瓷其实是有它文化的灵魂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古代嘛，景德镇只是一个皇帝拿来生产陶瓷的一个基地，但真正设计这些东西的人都是当时的一些文人或者是艺术家，都是在宫廷里面的。整个设计理念都是由上而下，都是由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高士
引导整个社会。对于未来首担斋，我们想做的产品，我觉得我们做的产品应该是一些同时兼顾文化和艺术内涵，而且追求永宣工艺的一些陶瓷。因为小孩呢，从港大毕业学经济的，他来到景德镇，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不好意思的事，就是我总觉得好像小孩不应该来这里。我内心是希望他来帮助我，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在承载着这一个大体量的这种美术馆，我一个人根本就搞不定。我做这件事其实一开始都是像睁眼瞎，完全在雾里面行走。但是我想到我爸当时也是一个人，感觉就是踏入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领域，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说他对我有起到很多正面的、很积极的影响。因为我们家里当时就我一个孙女，爷爷奶奶都特别的宠我，然后我们家庭条件也挺好的，所以奶奶也不让我做干活的那种。然后嫁给他，就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什么事都要干，就包括那个洗衣做饭，然后我还要就学会煲汤给他喝。其实我真的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事儿的，可能是爱一个男人吧，可能爱一个人就你会愿意为他去做一些事儿。但是你小孩这一块呢，确实也没顾到，老婆那里也没顾到，对他们2个人的、3个人的，现在女儿也在那，其实都是很内疚的。就我们不好用语言去表达这个事，因为我的嘴拙，所以呢也表达不出来。其实我是在赌我儿子不会留下来，可能他也是一种崇拜他的爸爸吧。觉得这个跟他学陶瓷，没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合适了，真的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也希望他能够坚持，能够做好，吃一段苦，没有大发明也应该有所小创造。那你的创造是什么呢？对于首担斋这个品牌呢，我们是不惜成本的去做精不做量，我们也不会去炒作这样的一个品牌。产品古陶瓷这一块，我们经过20多年的这种市场经验跟购买和陶瓷的鉴定这种水平呢，去复制到产品上面。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原材料，一定能发挥得更好的我们工艺的优势出来。做瓷器跟收藏瓷器跟买卖瓷器这一块，如果有第2次生命的时候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这一行。这个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就在一个发明，就像一个发明家一样，你在发明一件东西，你在攻破一件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化素质提高艺术修养，因为不要让这个我们家的这些传承的东西在历史长河里淹没了，应该让它发光壮大，这就是我的最大的愿望。兰兰你好，这几年呢，为了这些工作呢，对你关爱关心的也太少。作为一个男人呢，这个没尽到责任，对吧？应该多关心你和小孩多一点。有空呢，找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自己过一下自己的生活吧。看看电影啊，哪怕上街啊，去逛逛啊，把工作放一下啊。在此我表示抱歉，请多多谅解。